洪流之中，一个无名小二被张嫣嫣 Angelababy 是带离了黑暗的角落，正式踏入西玄之门，赐名若尘。这不仅是名字的改变，更是命运的重构。从凡尘走向修仙界，若尘开始觉醒他体内与生俱来的仙骨与宿命。他并不是普通人，而是一个天降之子，拥有无比强大的潜能，却被埋没在市井之中。这一幕既惊艳又唏嘘，为整部剧拉开了恢宏序章。尘缘中最具争议的角色无疑是男主若尘。他的出场并非高光，而是阴影，在黑店中以迷药迷倒客人，盗取财物谋生，甚至偷走了任风的项链，假冒其身份进入修仙世界。这一设定引发了巨大争议。观众质疑，这样的男主能否成为正面人物？是否有失道德底线？剧情是否失控？这也是尘缘热度未能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对于角色的非议，马天宇在采访中毫不回避。他表示，若尘是他演艺生涯中最特殊的角色，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救世英雄，而是一个在夹缝中求生的孤儿。从小被养父母控制，沦为一枚棋子，必须通过不光彩的手段维持生存。在他眼中，若尘的可贵在于真实，一个人在灰暗中仍努力寻找光明，这才更具人性与感染力。在西玄修炼期间，若尘以假身份行走江湖，始终背负巨大的心理压力。当他的真实身份被揭穿后，不仅遭到师门质疑，更被驱逐修仙门派。这一情节极具戏剧张力，让人看到修仙世界并非全是光明，也有冷漠、排斥与现实。此时，若尘的修炼不再是为了变强，而是为了证明自己，即使出身低微，曾犯错误，也能活得坦荡。若尘的心理转变是全剧最引人入胜的部分。他既想弥补过去的过错，又渴望在修仙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。这种矛盾导致他走上了一条危险之路，不断试探道德边界，甚至误入魔道。但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，他仍保留一丝本心，不肯彻底堕落。这种挣扎，不就是我们每个人内心都经历过的吗？当若尘被命运逼入死角，他最终选择放弃西玄，走上魔道之路。这一转变震惊所有观众。但值得深思的是，这并非他主动为恶，而是在不断被放弃、质疑、误解之后，被逼无奈的选择。他成为魔神，并非为了毁灭世界，而是为了证明我也可以强大。在他眼中，魔不一定是错，弱者的反击也是生存方式。张嫣嫣在剧中不仅仅是颜值担当，她更是推动剧情的关键力量。从一开始就洞察若尘体内的不凡，到最终多次力挺他，甚至违背门规保他性命。她的坚定与勇气，象征着当代女性在剧中的独立、果敢与大爱。也正是她，让若尘有了重生的机会，让观众看到，在这个世界里，理解比审判更重要。尽管若尘曾做错事，但他始终保持自省与成长，这让不少观众在弹幕中留言越看越心疼他，他只是没选择的孩子。这正是角色魅力所在，不是完美无缺的纸片人，而是有血有肉的真实个体。他的错误、挣扎、悔恨、抗争，都让人感同身受。观众不需要圣人，他们需要的是有缺口的英雄。当若尘假冒人风进入修仙界，观众原以为这会是一次单纯的欺骗，但随着剧情推进，两人的命运越来越纠缠。任风的愤怒、原谅，再到共赴生死，展现了敌人变战友的复杂情感。两人之间的化学反应、兄弟情谊，也让整部剧的情感层次更为丰富。观众甚至开始磕他们之间的兄弟羁绊，一种跨越恩怨的理解与扶持。经历了无数波折后，若尘在魔道中崛起，后来又经历重重考验，重新回归正道。他不再是那个小二，也不是魔神，而是一个真正懂得责任、勇敢面对过去的男人。这一过程不只是修炼的升级打怪，更是一场心灵洗礼。他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逆天改命，不是靠背景，不是靠运气，而是靠意志、反省与坚持。
若尘在剧中最为人诟病的选择，就是那一步踏入魔的道路。在修仙世界中，魔几乎等同于堕落、背叛、毁灭。但剧中的若尘却将这一标签完全重塑。他选择魔道，并非追求力量的极致，而是拒绝被规则操控。他以魔的名义重新夺回命运主导权。这一设定本身就是对传统仙侠价值观的挑战。难道所谓正义就一定是对的吗？难道被逼无奈就不值得同情？他的转变为观众带来了深度反思。在修仙界，名誉几乎等同于生命。若尘曾经的欺骗与冒名顶替，不止一次被门派长老们用来贬低他，即使他救人立功，也始终难以获得真正的认同。他不断试图用行动去弥补、证明，却总有一种被看低的无力感。这种现实让许多观众感同身受。现实生活中，又有多少人因过去的污点而被贴标签、被否认？剧集通过若尘的遭遇，揭示了一个尖锐话题：当一个人真心悔过、努力改变，我们是否应该给予他们重新开始的机会？尽管剧中主线是修仙与成长，但若尘与张嫣嫣之间若有若无的情感，也成为粉丝热议的话题。张嫣嫣一开始只是引路人，却在多次生死瞬间为若尘出手相救，甚至不惜违背门派禁令。这种破格的偏袒早已超出师徒情谊，两人之间的眼神交流、肢体接触、互相保护，都让人浮想联翩。观众纷纷磕糖，是爱未明还是情未表？这种若即若离的设定，既撩人又克制，极具张力。即使后来站上修仙巅峰，若尘依旧孤独。他没有真正的朋友，无法完全信任任何人。他的每一次选择，每一次变强，几乎都是在沉默中独自完成。剧中几幕夜晚独坐山顶，静望星空的画面，更加凸显他内心的空虚。这种孤独，并不是因为他不值得被爱，而是他太知道自己是谁，以至于无法轻易敞开心扉。这种深刻的人物塑造，让他不仅是主角，更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孤行者。不同于传统仙侠剧主角自带光环的设定，若尘的修为并非来自天命加持，而是一步步打拼的来。他没有仙门背景，没有师傅传承，只有满身伤痕与不屈意志。这种硬核成长路径，打破了以往仙侠剧靠挂升级的逻辑，也让观众看到了后天逆袭的可能性。他的每一场胜利都是鲜血与汗水堆砌出来的。他不是被选中的救世主，而是自我铸造的强者。尘缘从开播至今，始终争议不断。一方面，剧集缺乏大规模宣传，流量不及同档期大剧；另一方面，角色设定挑战常规，导致观众两极分化。但如果抛开传统滤镜，你会发现这是一部非常用心的作品。剧情结构扎实，人物有成长弧，价值观反主流，镜头语言也多有巧思。尤其是若尘这个角色，远比那些脸谱化的男主复杂得多。他会错，会怕，会恨，但最终选择了善。这部剧值得细品。在结局中，若尘最终放下仇恨，放弃魔神之位，选择回归平凡修士身份，悄然隐退。这一设定被不少粉丝认为是第一，毕竟他曾拥有天下力量与万人膜拜。但也有观众解读为高光，他终于脱离命运束缚，做回真实的自己。究竟什么才是圆满？是站在云巅受万人仰望，还是心安理得的活着？尘缘在这里没有给出答案，而是将判断权交还给了观众，这也是他高级之处。